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我是董进桥。那我们节目今天录影的时间是12月25号，正逢耶诞节的这个时刻。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也是遍布全球各地，所以在这边呢，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耶诞快乐，阖家平安顺心啊！马上介绍这集在耶诞节要加入我们讨论的3位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蔡正元，乔哥好，大家好。第二位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陆军少将李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欢迎3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耶诞节讨论哦。那第一个话题呢，就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现在也要迎来一个有机会弯道超车欧美晶片的一个耶诞大礼了吗？压注在3个字上面，也就是这个矽光子哦。它背后有非常复杂的这个科学原理，我们就不展开讲了。但简单来说，这项技术呢，就是让现在主流这个是透过电子在电晶体之间流动啊，那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能啊，然后也难以突破这个物理的摩尔定律等等的考验。那改成矽光子之后呢，就是让顾名思义，用光传输的资讯方式，可以让它的速度更快，耗能更低啊，所以被誉为是 AI 下一个大基础建设里面的一个底层逻辑，非常重要的一个布局。那么，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产官学界对于这个矽光子都是非常有想法的，都卡位在这个赛道上疯狂奔跑，就是想看谁跑得更快，拉出一个领先的身位。我们来看到，包括上海最好的这个工科学院，上海的交大，他们现在有一个实验团队也在研发一个理论上呢，算力可以比现行的算力要高出1000万倍的这个 AI 光子晶片。当然这理论上，不然这数字太可怕了。那包含民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些矽光子的玩家都已经入局了，包含苏州的西联光芯、海宁的国科光芯，还有宁波的新速联光等等。其实大家现在都已经在开发这样新的技术了。那这个矽光子真的有这么强吗？从实验室走到量产，它还需要多久的时间？那么在这个 EUV 机被美国跟欧洲牢牢把控在手上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可以押宝在这个上面，然后完成一次弯道超车吗？想先问一下委员怎么看这个现在中国半导体的另辟蹊径？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颖的东西哈，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其实矽光子我们每天都在用，比如说这个摄影机用光线转成电子讯号，我们的手机照相机里面在拍照片的时候，也是把光线转成电子讯号。那这个我们叫做互补式金属氧化半导体 CMOS。那 CMOS 这个东西应用很普遍的，可是我们大部分都在做感光元件上使用，对，一直没有把它用到 GPU 里面去，没有把它用到 CPU 里面去。那这个才是真的所谓的 AI 运算用的。但是因为 CPU 或者是 GPU 它比我们那种感光元件复杂太多了，所以如何把这个同样的原理运用进去，理论上都可行理论上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在科学工程上面碰到很多的障碍。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想到说，为什么我们要把原来的这种细晶电子改成这种光子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那个 AI 半导体量很大，运算的时候老是靠电子跑，一定会发热。对，电子在铜基板上跑，一散发热，就要用大量的电力来降热，来这个做冷却。所以为什么说要搞核电厂？然后又很容易故障，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能够让光子在这里面跑，那这个原理就是我们以前的通讯大部分都是用电缆通讯，现在都改成光纤通讯了。那光纤通讯可行，可是要把它缩到那么小的范围里面去，那这就一门高科技了所以里面很多转折而且要进行可以做张量运算我们平常讲就是说向量运算、矩阵运算，向量到了张量运算，能不能那么顺利做到那一边？现在大家在攻克这个技术，理论上都 OK。那中国大陆很多对，其实我所知道，台积电在10年前就开始做了10年前就开始做了。那可是到目前为止要到达商用的阶段，似乎还有点距离。那这个什么时候会成功，真的没有人知道。就像说，大家在做大 AI 大语言模型那个你想想看华为的盘古模型出来几年了？真的，好多年，可是大家都摸不到边，一直没有很成熟。一直到 OpenAI 这个起点出现了，出现了生成式的概念，而且做成功了，
大家全部都转向，是全部都转向，走向生成式了。所以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我知道这些公司都很努力，但他们从周边的这些晶片开始往中间做，做到可以做并行运算的 GPU， 这个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其实理论上没有理由不能攻克，那可是在实务上要到达可以跟现在市场上的细电子的晶片来比的话，似乎还那么一点距离那当然有人想到说，那我可不可以用混合式的像电动车一样，我用混合电池，有人在考虑也有实验室做出来了，就是某一部分用细光子来取代，那没有办法全部取代，然后效能能不能被市场上接受，这个才是最大的考验。特别是在 AI 算力系统这么发达的情形底下，竞争这么激烈，人们的挑剔更严格。所以要到达那么严格的挑剔的标准，真的大家一起加油。那中国当然投下去也不少，那美国以前的投过，那后来因为不赚钱，而且又做不好，所以最后通通离开这个行业。没关系，美国离开，中国来，这试试看，说不定很快可以攻克。那你说要我去预测多久可以攻克？我想业界没有人敢判断，因为它好多节点都还没有突破。但是如果突然之间，比如说苏州突破了 A 点，海宁突破 B 点，宁波突破 C 点，搞不好众志成城，就真的一睹万里长城就被它推倒了。是。所以矽光子这个领域大家现在都疯狂在研究，大家都在期待一个起点，像当年 OpenAI 这样的出现。那说到 OpenAI 就不得不提这2年可以说是 AI 的大语言模型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模式真的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因为这个进步的速度、更新迭代的速度太快了。现在不管是文字、图像、影像，还是海量这些迷因梗图相信每天都充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跟社交媒体。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筑高墙，然后广积粮了嘛。那这个粮呢，肯定就是 AI 的基础建设你离不开电力跟算力，这绝对是还是重中之重。那刚才提到很多这个矽光子，如果用 GPU 比喻 AI 领域呢，它像是它的大脑，那矽光子就像是这个光速级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以它是支撑下一代超大规模算力，如果你要把成本压到最低，你离不开的一个底层技术。那刚刚提到了，不管是中国的企业现在都在摩拳擦掌，全球大咖其实也是布局以深。刚才委员有提到，台积电10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有在着手了。那不管是 NVIDIA、辉达、Meta、祖克伯等人，台积电的魏哲家这些大佬们都加大进度在研发，就是要确保现在在 AI 这个赛局里，他们是领先的领头羊集团，不能落队。好，这是否意味着谁能搞定矽光子，那么下一个阶段的 AI 赛局里面，谁就可以当大佬了？赖老师，当然是这样但是问题是谁能搞定，谁也不知道可是你不搞了，你绝对就没有。对这很简单。你刚刚提到的 AI 我们都知道它数据库很重要，数据库它为了要运算，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资料传输进来。对，所以它需要有大量的运算中心，有大量的晶片那当这些数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它的体积越来越大，它的电量需要量越来越大。可是问题就是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个地方它都有空间，都有限制。例如说美国现在电力上有限制了，有问题了，那它的盖新店的能量能不能赶得上它的 AI 的需求？那如果一旦拖对了，赶不上了，它就限制住 AI 的发展。而中国现在的电力是充沛的，对，所以它的 AI 的发展的空间是巨大的。但是问题是，当我们的 AI 的运用量越来越大，它需要的晶片的厂越来越大，运算中心越来越大，那地球是有限的，现在有开始考虑到往太空的方向走。可是问题就在于，怎么样把这个体积缩小，怎么样把这个耗能缩小，怎么样把频宽拉大然后怎么样让它产生更多的功能，这个时候就是光子了。因为光子它比电子它跑的速度更快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它的耗能就更小。另外一个就是它频宽更大，电子的频宽还是小于光子，还有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体积更小。我刚刚谈到了体积。对。那在这样的一个三小这个4大优点中，谁能够做出矽光子，把它这个光子跟矽把它结合起来，那谁就是赢家。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如果你不做，那你就是
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你一定是零。为什么？因为你永远就只能依赖别人做出来的。好，这是第一个。那如果说你去做了，你不一定成功，也就是说你投下去的钱相当有可能都打水漂。如果你的这个钱袋子不够深，你可能投到一个程度以后，你的钱袋子用完了，结果你的快要到临界点、突破点，结果你做不下去了，被别人接手了，那你可能也是打水漂。所以谁是最好的一个点？那这个大家也都在尔虞我诈嘛，这个也是一个争点。可是大家都知道，谁做成功的，他掌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他就是一个大赢家。因为台积电如果不做，刚刚委员说台积电10年前就在做，台湾基体电路是电子不是光子可是如果说有一家公司有一家半导体的，或者是他做出光子了，那你台积电你以后还有什么？你根本没有了，你什么都不是了。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台积电当然要砸钱下去。可是问题就在于能不能做得出来，台积电没有把握。原因很简单，我们来看看最后你会发现这一些产业公司企业，它都要跟学术单位要挂钩，要整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一堆大脑袋的人，而这个大脑袋的人，他基本上是在大学、研究所、博士班里面来培养、来供应的那问题就在于说，台湾的大学投资力够不够？例如说，我们的清大、交大、台大、台积大，那个台科大，你国家给他的资金投资到底多少？它本身能不能供应，能不能支撑，或者是能不能够走在科技的前沿上？台湾目前的整个学术能量看起来，我们的大学并不走在那个所有的尖端科技的前沿，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危险。日本也脱队了，日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它是走在科技的前沿了。那现在走在科技前沿的剩下谁？其实剩下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大学，他们是走在科技的前沿。那这样的情形，他们跟这个民间的企业，或者是跟国营企业一结合的时候，他们的成功几率就大了。那接着我们就看另外一个，那就是谁的钱袋子深了，谁的科学团队数量够大。因为最后你还是要数量要够大。如果大陆先做出来，那坦白说，这个就是大陆的天下了。你说美国急不急？急呀。那大陆敢不敢？敢啊！因为大陆对这方面投下去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他不是今天抬头，他们很早就在投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以目前来讲，对美国来说，它的压力最大就是如何跟大陆竞争，而不是看到其他的国家。台积电在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的大学没有给予足够的资金，让这些教授潜心的去做研究，你说怎么能够发展出来？好，说到这个美国怕中国大陆的进步而提出了限制，倒是有一个步伐让大家比较意外。我们都知道，今年川普总统抛出了这个对等关税的解放日，在全球的政经市场投下了一个震撼弹。但是原本说半导体也要被232这个条款来重点招呼没有想到拖了又拖，延了又延。最新的进展是呢，美国宣布可能要对中国的半导体这个课税一路要延到2027年的6月才上路了。消息一出，这些中国的晶片股马上都应声大涨，因为好日子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过。好，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关税侠川普总统选择缩手？这个关税大刀都举起来了，结果延迟砍下去，是想帮美国的本土供应链来争取时间吗？还是说这是2027年美国背后有更大的陷阱？将军，其实拜登时代跟川普时代他们的晶片战略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拜登时代的话，他对于那种先进制程，他是对中国是采取封锁管制的，但是对成熟制程来讲的话，他是采取用调查的手段。但是到了川普时代来讲的话，他对于这个先进制程，目前我们看到它是开放了 H200它是逐步的开放，就是我有先进的一代来讲我可以开放我的这个次一代的晶片卖给中国，但对于成熟晶片来讲的话，他就把它当作筹码化，然后来当作谈判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不要想说2027年才上路，这个那是他的谈判的一个手段，他非常的灵活。2027年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开始苛征这个关税？如果那时候苛征关税来讲的话，对美国来讲，他又有更多的谈判筹码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这次来讲，拜登时代哈，它对于成熟晶片来讲的话，它大概只是美国贸易代表署只是启动用301条款来启动调查，那调查的项目大概限于汽车，然后国防，还有这个电子、医疗哈，这个等等这几个方面来做调查。但是到了这个川普时代来讲的话，他除了用301条款之外，他还加上232，也就是国安条款来加以调查，而且调查的项目哈，包括到电子产品，他都将它列入调查对象。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川普来讲好像放松了，事实上不然，他调查的使用的法律来讲，比拜登时候更多，而且调查的项目来讲也更广哈。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原来拜登的时候，在2024年12月，去年的时候，他只是调查完以后，他对于什么时候要开征关税，他并没有讲哦，他并没有时间点，也没有税率多少都没有讲。但是到川普来讲，他就直接明的跟你讲，2027年哈就要开始这个开征这个成熟晶片的这个关税，但是税率多少，他现在还保留。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出来，川普来讲，他不是跟中国示好，绝对不是因为在韩国跟这个习近平两个见面之后，然后双方来讲的话，有一个关税贸易休战的一个协议，然后放松，而不是我觉得他只是说是更加增加他关税的运用的一个筹码，更具备灵活性，因为他认为说是中国在成熟制程方面来讲的话，中国这个举全国之力大力的发展成熟晶片，那对美国来讲当然造成很大的压力。可是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他现在美国也必须要有成熟晶片，因为他自己本身这个成熟晶片的产量并不足以。那大家要知道，中国虽然说没有先进制程做不出来，但是成熟晶片的产量却是雄霸全世界的。所以美国这个时候他放松，对他也第一个有利于他自己，第二个他可以当做谈判的一个筹码。了解。好，下段节目呢，我们还有这个中日矛盾，稀土这张王牌，中国什么时候要打出来，以及中巴合作研发的骁龙战机，现在打开了外销的大门了，它厉害在哪里？待会回来告诉你。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环球大战线的讨论焦点，我们现在把局势来看到东亚。日本跟中国大陆现在这个矛盾呢还在持续，两国之间航班已经取消达到40%了。那么中国接下来的杀手锏会拿出连美国都招架不住的稀土王牌来限制日本吗？我们来看个数据啊，中国海关呢有统计，在11月大陆的稀土磁铁的出口量是成长13%的，已经接近7000万吨的水准。但是对日本的出口呢，还大幅增加哦，高达305吨，这比10月又增加了35%，所以货是继续卖的。而且11月7号，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的说法，然后引发了中国大陆非常大的反弹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限制了旅游，限制了水产，但是重要的稀土还是继续卖。那日本这边啊，他也知道这个稀土是未来的方向，也不能受限于人啊，所以他们近期也宣布要开采在这个深海的一个稀土，甚至跟中亚国家来合作。那目前中国对日本的稀土供应策略呢，是养套杀吗？还是说，虽然高市早苗说了一些让习主席不是很开心的话，但是还没有到要打稀土这张牌来制裁的程度？想先问一下赖老师你的看法。稀土是这样的哈，因为你开采稀土提炼，最后你还是要来卖的嘛，不然你就没有必要去开采去提炼它嘛啊，因为开采要成本，需要钱，提炼它会需要成本，会需要钱，而且呢，它还需要很多的技术，需要很多的设备，你最终还是要把它卖掉来赚钱，你才能够继续让它生生不息、永续经营。但是问题是，如果有一些国家，它对于你做一些科技上的限制跟禁止的时候，你当然也要拿出一些东西来反制。那你就看说哪一些东西它没有，刚好稀土就是你这些美国等相关的国家它所没有的，或是缺少的，那当然就可以用这个来控制、限制它。其他的国家一样可以供应。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也都知道，日本也知道，日本10几年前的时候，它就被这个中国大陆禁止限制过稀土，因为他当时也要用半导体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那中国大陆就说好了，你半导体原料那限制我，那我稀土我就不给你了。那也造成了日本当时产业界的一阵恐慌。10年前日本就已经说要去挖这个深水的泥土了，10年前已经投资了，搞了10年了。那为什么没有成功？非但没有减少依赖，反而更加深依赖。这原因很简单，南鸟岛或者是最早他们说在冲之鸟礁那边有发现有稀土，可是问题在深水海域中，你的开采起来的时候，你开采的设备，你开采的数量，还有你的整个成本，到最后你在提炼它的时候，那问题就来自于精加工，你还是没有这个能力。那你要具备有精加工的能力，就是精炼的能力了。你基本上你还是需要有学校，要有大学的教授，有研究生，有这些科系的学生来帮助你，然后你还要再做设备，所以这些都需要很多的钱，需要很长的力量的投资。那问题就在于，当你在做的时候，中国大陆已经是非常有效率的了，非常有效率，而且本身是非常好的稀土矿。因为大陆都是在最好的稀土矿这边来去开采稀土，所以它的提炼、它的开采提炼到这个最后做成精炼的时候，它已经是一条龙的一种方式，所以它成本已经可以控制到非常好的一个程度。那你日本，你的成本呢？你的成本很高，你的成本很高，你的价格就非常的高。你价格很高，我们的问题就来了。第一个，你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如果是国营企业，可以政府来贴钱。对。可是如果你是民营企业呢？那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我们会说美国跟欧洲跟日本，你打死我也不相信你做得出来，因为你一定是民营企业。为什么？美国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国营企业，它一定是民营企业。好，那你民营企业，如果你用政府的补贴，我可以告你，可以到 WTO 告你。也就是说，补贴的企业它要受制裁的，补贴的国家它要受制裁的，所以我就有个筹码来去制裁你了。所以补贴本身会被制裁。第二个就是你开采出来以后，你的数量自己国内能不能满足你的这个经济效益？是。那你国内的数量不够，因为中国大陆是卖到全世界。那我如果美国或者我日本，我自己开采出来，我只卖到我自己的国内，那这个市场太小，它要卖到海外去。可是问题是你卖到海外去没有这个竞争力，那你卖国内，你的企业它的价格这么的高，那我国内的买家。我可以从中国大陆买便宜的，我为什么要买你贵的？那目前美国他们的主张是说，那我就做一个最低价位的定价，说你不能够买于最低价位。可是我如果是买家，我为什么要听政府的？我为什么要买贵的稀土？我不买中国大陆便宜又好的稀土？所以这个部分里面，你是不是政府又要补贴它？一补贴可不可以告？可以告。然后如果你禁止中国大陆的稀土进来，那基本上来讲还是可以再告你。为什么歧视性的贸易行为？所以你会发现到最后，为什么美国早就知道它缺稀土，澳大利亚也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就是做不起来，都做不起来，就是因为它有我讲的这些限制，所以它永远做不起来。日本也别想，我个人是认为大陆现在的态度就是说，看你日本嚣张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使出杀手锏，那就是你日本。因为要用就要用到最大的力道，所以我个人认为大陆现在事实上是在慢慢的养到可以的时候就用出来，就直接出牌了。好，那么日本还有另外一个引爆的点就是这个永和论哦，因为高市首相以俄乌战争为例呢，他积极推动这个安保3文件的修改计划，就是希望让无核3这个原则里头要删除其中不引进核武器的规定啊。这么一来会有哪一些变化呢？就是日本可以在国内部署美军的战术核武器，还有核武潜舰等等了。那这样子的军事假想敌是谁？相信就不言而喻嘛，一定是剑指中国大陆了嘛。对此，那中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他当然就要出面来批评啊，说日本这样是破坏区域和平，然后中方是要坚决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啊，叫死灰复燃。不让你做这个核武，你还要想去改原则，这当然是不可以的问题。好，现在高市首相想改这个安保3文件，问题是这有这么容易吗？而且背后的老大美国他会允许吗？将军，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安保3文件哈。那个我们这个请这个导播 Fox 在这个我们这上面的安保3文件，我跟各位解释一下，你就了解说
这一个国家安全怎么回事？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一个国家的安全不是只有靠国防军事，它包括地缘战略包括你的军工产业，甚至于包括到你的国家的一个经济实力，最后还有国民的心理，整个都已经包括在里面。那我们讲这个日本这个国家地缘来讲的话，你看到它国土非常的狭长，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战略纵深可言，而且它周边所面临的都是大国都是国土纵深很大的国家，包括到俄罗斯，包括到中国。所以在日本这种地缘战略上面，而且中俄两国都是核子大国，你贸然发展核子武器来讲的话，试问一下，以你日本这种这个国家的国土没有战略纵深状况下，如果说一枚核弹就足以将你所以南北完全切断。那当然，民众的心理你也要考虑到，民众心理到底愿不愿意这个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尤其是说日本这本身这个经过2次世界大战被轰过2颗原子弹，很多的民众记忆还犹新然后他们愿不愿意要用发展核武来嚇阻自己国家被核武打击，这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第二个，我们讲到是国家防卫战略。国家安全防卫战略是支持国家安全战略，但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却是指导国家防卫战略。简单的讲，就是国家的国防政策要采取什么样国防政策？你到底要采取攻势的国防政策，还是要采取守势的国防政策，还是要采取恢复你日本自己本身以前的自卫队的和平宪法的宪章，还是要恢复成一个军国主义，恢复所谓他们自己所谓的一个正常国家，建立一个正常军事武力？那依据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我认为说是就日本来讲的话，你当初因为有的这个和平宪章，采取只有一个自卫国家的能力来讲的话，不采取军国主义的政策，所以才能够确保你2次世界战后80年的和平没有经过战乱，而且你可以将国家很多的这个原来用在军队的资源来讲发展到你的经济上面，其实对你国家来讲是反而有利的。那最后一个，我们看到防卫力整备，也就是依据你的防卫战略，如果说是你攻势的战略来讲的话，当然你就要买攻势的武器，包括你是不是要买核子武器，或者是说这个核子攻击潜舰或者是长程的攻击导弹。那你如果说是恢复你自己军国这个和平宪章来讲的话，当然你的武器只是限缩在你自卫能力的武器就可以。那大家去评估一下，如果说是你纯粹只是自保，当然你的费用会比较低。那我相信，不管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这几个核武大国，他们来讲，他们是不会用核子武器攻击你的，因为这几个永和国家来讲的话，他们都有一个说法，都有一个限制使用核武的条约，就是说我不会用我的核子武器去攻击这个没有核武的国家。是。那如果说你日本不发展核武来讲的话，当然这几个国家不会用核子武器去攻击你。那我觉得日本自己最好要评估一下你的地缘战略，你就在这个地方，你搬不走，你国土是这么狭小，那你承受不起一次的核子武器攻击。我想说，2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了，福岛的核灾变也已经证明了，你承受不了核子武器的攻击，那你为什么还要硬要往核武方向去走，硬要往军国方向去走？我觉得美国应该看得很清楚。那美国我这个高市早苗，我建议你赶快及时回头，因为你的国家承受不了这个所谓的核子的1次5次攻击，对你来讲的话，会将你会遭受到灭国之灾。了解。好，根据美国五角大厦有一个最新的军力报告，现在产成了中共解放军已经具备对美国本土这样直接长程打击的安全威胁能力了。那么尤其是中共解放军的核武库存是突破1000枚的，并指出呢，中国目前的军事焦点毫无疑问是放在了第一岛链，而且随着北京持续的变得强大，解放军的成长要打造可以在全球投射能力的军队这其实跟这个北京一直宣称要在2049年构建完成世界一流军队的雄心这个时间轴其实是相符的。好，解放军如果真的像报告中说的那么强的话，那美国第一岛链的盟友，刚才提到的日本、韩国、菲律宾还有台湾这些岛链的棋子，又该来怎么解读这份报告背后意味着美中现在的关系，还有军事两国的一些化学反应，是在替美军的全球防卫重心我们要转移了？因为我们现在第一岛链可能没得玩了，我们要退走到第2岛链，先打一个预防针吗？还是说是五角大厦对这个中共解放军在虚假的恭维然后实质呢是针对性的一个话术？委员怎么看？既有恭维，也有实质的评估。
这份报告有几个很重要的功用啊。第一个，反映出现实，大陆现在正在增加它的核子武器的数目。有人说它现在只有500枚，有人说它有上千枚。对，这个我们不知道它几枚。不过合理的来讲的话，中国大陆至少应该有1500枚战略核子弹，500枚战术核子弹，这个符合它国家的体量。因为你美国有多少？有5000颗啊。当然，美国的战术核子弹比较少，听说只才100颗。可是俄罗斯呢有6000多颗，有1000多颗战术核子武器啊。那中国拿个2000多颗并不为过。当然，比较晚奏的核子武器的技术会比较成熟。是。但不管如何，中国有这么多的核子武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哈。而且它又是2次大战的胜利国，又是5常哦。连那个英国、那个法国都有几百颗了哦。那中国如果像过去一样那么保守，也是100-200颗，我是觉得不符合它的国防的需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份报告呢，那么把这个中国大陆的能量也夸大了一点，目的何在？就是要跟美国国会要预算嘛。你如果不把解放军形容得很强，而且说你看看啊。2049年哦，所以你要多给我预算了，所以这基本上是维护他军事预算不被美国国会给删减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啊。然后第3点哈，他除了说要国防预算以外，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要武装日本跟台湾。他讲说我第一岛链不够啦，所以就用这个理由给日本跟台湾呢升级武装准备的一个理由。因为什么叫第一岛链？那个韩国是第一岛链嘛？韩国自己还不认为啊。韩国说我只关心北韩，其他一概不关心啊，不关心中国大陆。那谁关心中国大陆的军事成长？就是日本、台湾啊。那菲律宾啊，他有关系没关系都没什么差别啊。反正就是你美国给什么我要什么，没有什么我就算了，对不对？那你说中国大陆会跟菲律宾起武装冲突，也不切实际，因为菲律宾不经打，中国大陆也没兴趣。那真的比较有问题的就是日本跟台湾。日本跟台湾的话，就刚才这个丽将军就有提到了哈，这个日本的这些再武装啊，它是一个美国的政策，是一步一步往前进啊，有时候停一下，有时候扩展一下。那我个人判断，以像美国这样的气氛呢，他不想完全负起第一岛链的责任、防卫的这个成本，但是也不想完全退出。你说他完全退出也不太像啊，他会去积极的去供应台湾跟日本自己花钱买武器，对中国大陆的沿海的一些城市构成某种程度的威胁啊，用这种威胁的力量，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嚇阻中国大陆解放军把力量投射到东太平洋。他基本上打的是这样一个算盘，所以他把这个解放军描述说他有全球投射的力量。我跟各位讲，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解放军没那么多基地啊。全球投射力量是要很多基地才行啊。不要以为飞机啊可以不停的飞就能够打仗，这是另外一回事情。航空母舰不需要停靠就能够长期作战，也不切实际。那除非说，这个中国大陆能够在印度洋啊，在大西洋啊，能够找到很多的军事基地，要不然的话，说中国大陆会把武力投射到全球跟美国争霸，这个是美国人用来怎么要预算用的了哈。但是台湾跟日本就要特别注意啊，因为日本修改什么安保3文件啊，那么再次拥有核子武器啊，我个人判断是在美国的这种战略思考上，这是不可避免的。那台湾的军事经费要常年维持个5% GDP 以上，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2个都是美国的附属国，一个比较大的位阶比较高的附属国，一个位阶比较低的附属政权。好，那就看解放军怎么去应对啦。好，稍后回来呢，我们还要再把话题转到俄乌战场，来看看现在乌克兰最新提出的这一个自由经济区啊，有没有办法实施？以及这个乌克兰如果真的办了选举的话，泽伦斯基面对这个扎卢日尼，他有连任的可能性吗？我们待会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
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回到节目现场，都已经过到2025年的年末了，只能说这一次俄乌战场上面的冲突还是持续在发生，比较遗憾。因为耶诞节照理来说呢，是一个大家可以团聚、可以平安的时刻，但是俄乌飞弹、无人机还是继续打，这也让这个天主教的教宗莱昂14世啊，对此是深表遗憾跟悲痛。那么乌国总统泽连斯基呢，日前就表示哦，经过了美国代表团还有他们在这个迈阿密的积极的谈判之后呢，双方现在就俄乌的停战问题又达成了一个20点的提议哦，反正就是针对之前的这个计划又删删改改，又推翻又重弄，反正就是一直在更改。那里面要拎出来讲的重点呢，就是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之后呢，他们有另外一个大让步呢，就是考虑在乌东要设一个所谓的自由经济区哦，然后呢这个部分要允许乌克兰维持80万人的一个军队规模。所以从这个态度我们可以看，乌克兰想用这个乌东的经济区来换取这个俄军呢不要从顿内茨克这个撤军的筹码，但是普丁要不要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们看到经济跟军事现在两者这个比重在互相的拉锯。那乌克兰提出这个自由经贸区，此举是灵光一闪，还是说有些不切实际呢？蔡委员，你最懂经济的，你觉得以现在这个情况提出这个自由经贸区有吸引力吗？鬼扯淡，怎么可能？这个是在讲笑话，那在骗自己、骗老百姓。其实自由经济区就是用一个理由把它土地割让给这个俄罗斯嘛。你说自由经济区谁管？大部分在俄罗斯的土地旁边，你怎么管呢？那你说乌克兰不想撤军，现在已经不是你想不想撤军的问题，是你想不想死亡的问题嘛？大概现在大概还有3万人走的军队，在这个乌东地区嘛，在顿内茨克。那你这个3万人要不要撤退？那不撤退的话，反正这个普丁就是以逸待劳嘛，慢慢打，慢慢打，他也不急啊。那现在他又分兵去打这个敖德萨港口，就是要给你增加压力，他增加谈判筹码嘛。因为现在急的是美国啊，急的是乌克兰啊，而且我很佩服泽伦斯基哈，他就是说可以面不改色啊，毫不急躁，可以说谎话。他现在还可以说我是个强大的乌克兰。他要不要承认他是个残破的乌克兰？所以这种演绎的功夫啊，我真的是演员底子，无比的佩服哈。事实上如何呢？你说允许乌克兰80万人的军队规模也不切实际，为什么？乌克兰男人都被打光了，你来了个80万，你老弱残兵构成个军队有什么意义呢？也没什么意义啦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壮胆，一种欺骗老百姓的一种。你看吧，我还维持80万人，你看吧，我还乌东还是我的领土。啊，这个是怎么说笑话哈？怎么笑话哈？那以前是什么28点、22点、19点，那个20点，那现在丢到普丁，普丁搞不好丢个几点出来，对不对哈？那普丁其实在利用一个策略，就是说，反正我不能跟你谈嘛，给你美国面子嘛，给你谈嘛，那不要让人觉得我不想和平嘛。那我想和平是你不答应我的条件呢。普丁的战略这种规划基本上是这样啊。可是你要和平，必须满足我的条件。满足的条件就是你乌克兰倒台，就这么简单。逻辑上你不要想太多。所以我只能说，可怜的乌克兰人民啊，自己上了这个泽伦斯基的劫船，上了欧洲的劫船，代价谁在付啊？老百姓在付啊，乌克兰在付啊。那到时候泽伦斯基有好几本护照，拍拍屁股走路就 OK 了哈。还有什么志愿者联盟，其实就是欧洲啊，你能够支持什么？他听说现在给他700亿欧元，可以让他撑个2年。我跟你讲，撑不到1年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军队，你怎么撑啊？你现在这种是没军队，而且俄罗斯哈，他从一开始的作战的策略就是说，我不是完全要占土地，我是要消灭乌克兰的男人。你来几个，我杀几个，杀到你没有男人你就挂了。是这个策略，平常心讲是对的，但是很残忍。真的。所以每一次你看哦，他。经常看看势头不对，他就后撤。后撤等到你乌克兰军队来，他利用他的空中优势，不断的轰炸，那很省事啊，所以才会造成一个结果：俄罗斯死亡的士兵跟乌克兰死亡士兵是1比20上次在换遗体的时候是1比40那你这怎么打？我这个他简直讲他是说开那个绞肉机来跟你打仗啊。那你泽伦斯基不懂吗？他当然不会不懂啊。可是。乌克兰自己选的，
自己选择了总统，那自己要去面对。好，确实像委员讲的，这个战争真是很残酷哦。虽然普丁的策略很简单，但是也非常有效。真的就是乌克兰如果没有男人的话，这个国家之后的命脉跟底气就真的是整个都卸光了。好，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乌军现在23号宣布，他们要撤出坚守超过3年半时间，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的顿内茨克州的一个重镇西维尔跟斯克这个地方。那另一方面呢，现在乌克兰硕果仅存的港口城市重要的敖德萨，现在也可能成为了俄军的眼中钉啊！因为如果一旦拿下这里，意味着你乌克兰的海上物流通道就彻底结束了。不好意思，你就暂时变成一个内陆国家了。所以西维尔斯克还有敖德萨这2个战略意义绝对是很重的。如果请厉将军站在现在乌方跟俄方我们这前线指挥官的心态上，你觉得要打下这2个地方的战略思考，现在双方分别要做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西维尔斯克这场战役可以列为历史，以后当做军事教科书级的一个教材，一个战史当然我们不能光看这个点的战役，你必须要全班来看，你才会了解我跟各位讲，这个确实是非常的，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俄罗斯的这种参谋长这个他的用兵之巧妙，我们看一下但西尔维斯克是在这边这时候他将这边拿下来了。然后大家不要忘了，北边这个地方叫库皮扬斯克。库皮扬斯克大概前一阵子我们在讨论，我们都认为俄乌2国目前正在这边征战，而且俄罗斯陷于一个危险。为什么危险呢？我那时候评估他用兵过于大胆，他从北边这边往南打，往南打，沿着这条叫做奥斯基河往南打，那他把乌军准备包围在这个地方。但是他这种用法来讲的话，你会发现他侧翼整个露出来，我们称之为在战略翼侧。然后这个舍尔斯基他就集中所有的兵力来打这个地方来打这个地方，打他的侧翼。那俄军陷于非常的危急。那时候我评估，如果这个时候俄军败的话，那对泽伦斯基来讲，他在俄乌战场上面可以取得一个胜利，那当然有利于他跟这个美国或者跟北约国家继续跟他们要军援。所以我那时候认为说，俄罗斯太大胆了要用兵，整个预测用出来。然后我们认为说是这下子让这个泽伦斯基他们逮到机会打这边，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是他的这种欺敌的策略。怎么讲欺敌策略？用兵作战讲究集中跟节约什么地方要节约呢？这个叫在次要地方节约，我在这个地方节约，我吸引的兵力从这边过来，那我在这个地方是集中优势的兵力在这个地方，把这个西维尔斯克吃下来。各位你看，我把未来他可能进攻的图都画出来。他打下这个地方以后，他紧接着用兵是打向19姆，然后到19姆之后，各位可以看到，他就已经威胁到他这个所以乌克兰军队的翼侧了，是不是整个威胁到他从他的腰部打上去了？他目前呢，我认为他下一步就是19姆，19姆以后之后就往上面就威胁到，如果他再切下来的话，就打到这边。所以说，虽然说是有可能乌克兰的军队在库皮扬斯克这边可以获得一场这个战术级的一个胜利，可是你整个野战战略级来讲的话，你却是失败的，因为你的翼侧被威胁到。所以我特别讲说，这确实是以后可以列为一场军事的教科书级的那你不得不佩服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指挥官他用兵也非常的巧妙。那之所以说会不会打敖德萨，我之前就认为说一定会打敖德萨了，因为我们看到从俄乌开战到从开始2022年。他就去打蛇岛，就去打这敖德萨，然后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一直不停的从敖德萨派出无人艇攻击所谓的这个克里米亚大桥，还攻击黑海舰队，甚至于在上个月，他的无人艇还击沉了一艘这个俄罗斯的潜舰，都将被他击沉，他的旗舰也被他击沉。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敖德萨对这个普京来讲的话，根本就是眼中钉、肉中刺，他一定要把它拔掉。除了说是这个经济上面来讲的话，当然敖德萨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对这个乌克兰北约这些国家可以利用这个港口借着运输这个粮食的名义，然后事实上可以做输入军火的一个动作。除此之外来讲的话，在军事上也有它的意义所在。更重要的是，如果说他将敖德萨夺取之后，
他将乌克兰打成一个内陆国，当然更有利于说他尔后的和平谈判的一个条件哈。然后逼迫这个，我想说逼迫乌克兰接受他的所谓的投降条款啊。那大家都说是和平协议，其实讲明了就是投降条款。了解。好，看完了战场，其实乌克兰的选战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呢，同样是引人注目，因为在川普的压力下。现在乌克兰国会已经开始着手在戒严令下要举行选举的相关立法。那么根据乌克兰的一份民调就显示呢，如果近期举行总统选举泽伦斯基他要来对抗的政敌是谁呢？就是曾经担任过总司令的现任驻英国大使叫做扎卢日尼。他们两个如果在第2轮投票碰上呢，泽伦斯基会在第1轮投票里获得22%的选票，那是略微领先扎卢日尼1个百分点，很接近。那如果但还是有24.1%的受访者，他们没有决定这个投票的意向所以这个比例蛮高的。那这些人将会是第2轮投票这个决定胜负的民意好，如果乌克兰真的在战争下出现了一个这个特别情况的大选，泽伦斯基赢得连任的几率有多高？如果换成了扎卢日尼上台取代他的话呢？赖教授，以你对这号人物的了解，你觉得可能对目前乌克兰陷入的一个泥泞会有什么样的改变？首先先看这个选举这个选举我觉得泽连斯基没有赢的面向坦白说可能性都不太存在。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泽连斯基他一直要拖迟、推延，找各种理由不选举。但是现在美国给他的压力大到他不得不去面对了。他过去曾经这个创造过好几个理由，说什么选票要送到每一位战士身上，包括前线的战士，前线的战士必须要有权利去投票。然后第二个说这个钱要美国人支等等的，还有就是说要修改法律，因为现在是在戒严时期，戒严时期是不能够投票的所以他用各种理由，但是川普就是不吃这一套。那川普的态度就钱要我出1毛钱都没有，选举就是要选。那看起来泽连斯基挡不住了，挡不住，看起来他们要用公投的方式来一次解决，然后90天内来选举。以这个泽连斯基跟扎卢日尼来竞选的话，泽连斯基是毫无胜算。为什么？因为原本扎卢日尼的民调支持度就比泽连斯基高很多很多，不是高一点点，是高很多，所以他是泽连斯基眼中钉因此他被泽连斯基外放。跑到英国去，连国内都不准待，把他送到国外。你想他在国外待的这1-2年，都已经不在国内了，露脸的机会也几乎没有了。他的民调支持度还可以这么高，一旦他从英国回到本土来选举的时候，泽连斯基没有一面的可能性。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可以猛打泽连斯基2大错误。第一个是军事战略上的错误，才造成今天如此惨败的一个结果。第二个就是他要攻的就是泽连斯基的贪腐，只要我觉得攻这2项，泽连斯基他基本上没有赢的可能性，要不就是赶快把他杀了，让他没有回来之前就死于路上或者死于食物中毒，不然的话他只要回到乌克兰的境内，泽连斯基一定是下台的，赢不了。那一旦他上台了以后，他会怎么样带这个乌克兰？我觉得他是务实的，他知道乌克兰的实力在哪里，也知道乌克兰的国际情况在哪里。我觉得一个务实的人跟一个演员是不太一样的，因此乌克兰接受现实的妥协，我觉得可能性是最高的，所以相当有可能就会止战了。好，我们也看看这个变局，如果真的出现的话，希望可以带给乌克兰人民比较好的一个未来跟发展面向了。好，待会回来最后一段节目呢，有中国跟巴基斯坦的铁感情一起来研究飞机之外，还开启了军售武器的大门，并且如果解放军要创造更多的海外基地的话，有哪一些好选择？巴基斯坦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吗？待会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回到节目的最后一段，我们的话题要来看军武了。那么中国的这个武器研发跟军售呢，又再创佳绩了，因为中国成飞与巴基斯坦航空工业这2方联合研发并开发的这个 FJ-17
枭龙战机啊，现在成功打开了外销的大门，卖去了哪里？卖去了非洲的利比亚啊，卖给了这个利比亚2大武装势力之一的利比亚国民军哦。那这份合约呢，虽然是巴基斯坦去谈下来的，大概有数十亿美元的一个大合约哦，但是也代表着这个中国的技术支援，还有这款 JF-17枭龙战机，它的性能是受到的认可的。我们想先请一下厉将军，是不是可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款战机中巴一起来搞，它的优势在哪里？还有卖给利比亚开启大门之后，有没有像歼十一样可以获得好口碑，有望卖到更多的地方？这个利比亚哈，自从他们的之前的军事强人格拉费被美国干掉之后哈，利比亚国家陷于一个内战跟纷乱的一个状况。目前来讲，利比亚大概可分为2大势力，一个是在这个西边这边的。但是这个国民军是联合国承认的，对，承认。另外来讲的话，东边跟南边的这个政府哈是这个联合国并没有承认它，是野路子。但是这个巴基斯坦是将这些武器是卖给东边的这个军阀为主哈。合理来讲的话，你这等于是这个违反联合国的规定，因为联合国对这个东边这个军阀来讲的话，它是采取武器禁运的。那巴基斯坦居然将这武器卖给他，但是也看出来联合国现在也是形同虚设了哈。你讲说武器禁运，那巴基斯坦去卖，那你一点皮条也没有，你也一点没办法，因为你如果说没有这种实力，你只是条约上面，那他们不遵守就不遵守。那这次我觉得巴基斯坦能够卖给利比亚这个枭龙战机，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代表枭龙战机哈，它在这个印巴空战之中，虽然说印巴空战并没有枭龙17，那是歼17。可是它整个作战体系大概是一致的，所以有获得很好的口碑。我想也因为这样，利比亚才愿意跟他采购。那这款战机来讲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制空作战，也可以对地来做攻击。它总共起飞重量可以到13.5公吨那么重，可以携带的武器总共有3.7公吨那么多哈。然后飞行的速度可以到1.6马赫。当然它总共有7个挂架哈，7个挂架当然可以携带的，包括空导弹以及空对地的导弹哈。那我想说，对于利比亚来讲，当然是非常重要。当然这也代表说是不要讲说中国啦，我们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以前武器输出国家大概美国或北约的这些国家才有能力做到武器输出哈。那其实来讲，就是中国大陆跟苏联哈、俄罗斯有这个能力做武器输出。那现在如果连巴基斯坦都可以做武器输出，我觉得这对全世界来讲是一大转捩点的开始。就连巴基斯坦，它从中国那边获得的技术的这种枭龙战机。都可以做到出口，那可见的以后来讲的话，对于中国大陆以后他们军用品的出口，那我想说更是一大利多。是，好，这个中巴的合作呢，其实不只是一起要造飞机啊，还有更大背后的一些未来的考量。我们来看到，根据美国陆军这个最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的军事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呢，就指出解放军正在积极考虑要增加海外的军事基地了。那么这个中巴都称铁感情啊，绝对是大陆考虑建立基地的首选之一啊。另外很多地方也都被列入了这个名单，包括了安哥拉、孟加拉、缅甸、古巴等等一大堆哦。可以包括它的选址，不管是民族性还是政治差异性，其实都是蛮巨大的。那特别是解放军希望建立这个军事访问马六甲海峡还有荷姆兹海峡通往非洲、中东的海上交通线啊，所以这个共军期待打通任督二脉，那么巴基斯坦可以作为其中一个关键的穴位吗？刚才我们跟委员在稍早也谈到，就你认为现在解放军还欠缺了全球投射兵力，因为飞机要停要加油，航母要停靠，但他现在要开始部署更多海外基地，巴基斯坦也是一个好选择吗？巴基斯坦非常靠近荷姆兹海峡，波斯湾，这当然是一个天然的好地点了。但是它跟它的瓜达尔港的建设是有关系的。那瓜达尔港的整体的建设还在进行中，因为要做一个补给港比较简单啊，比如说在这个柬埔寨的云南港很容易作为补给港，要做个又给军事港口要有战斗能力，那就是一个大工程了啊！你各种装备啊、各种设备啊、武器弹药啊，都要很齐备啊，不是说我随便找个什么安哥啊什么东西就可以做出来，而且意义也不大，就是你的战略的这个区块位置，对，是要做什么用的？
那你比如说你波斯湾对中国石油进口是有重大利益的，船怕被人家扣押等等的。那所以你在这个有意义比如说还有中国的商船怕被海盗拦截，在索马利亚附近的基布地，那有意义那可是就马六甲海峡的话，中国还要跟缅甸还要再商量一下，因为最靠近马六甲海峡就是缅甸。然后缅甸在靠近安达曼群岛的北边有几个小岛，中国已经买下来了，不是买下，租下来了。然后未来会不会开发成军事港口，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因为那个安达曼海靠近安达曼群岛的北部那几个小岛中国是租下来了，但是安达曼岛本身是印度控制的，所以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战略的考虑啦。那如果是用缅甸本土的话，那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可是中国现在可能也不急因为它航空母舰都还在训练，还在运转要跑到印度洋，所以印度洋对中国是很重要的。没错。那因为涉及到红海、苏伊士运河等等。那你说非洲呢？非洲基本上就是基于它中国大陆在非洲的矿产很多嘛，所以可能安哥拉很多是有考虑。那至于它这个美国报告说到古巴，不至于啦。哎呀，古巴是美国这么近，他不会让你过去的。这个有点夸张，对，有点夸张好，对啊。好，那我们最后来看这个巴基斯坦的海军参谋长这个纳维尔阿什拉夫他就表示呢，中巴的合作其实是方方面面，不止刚刚看到的枭龙飞机他们还合作一个叫做汉国尔级的潜舰。预计明年呢就要正式在巴基斯坦海军服役了。这艘潜舰的原型是谁就是解放军的093B 潜舰是原型生产。那巴基斯坦也是付了50亿美元，以下采购8艘，前4艘中国负责建造，后4艘就开始要交接给巴基斯坦方面来组装，也算是一个技术有点转移的部分此外，中国也为巴基斯坦海军打造了这个054 AP 型的护卫舰，然后在海军服役，获得了参谋长是高度评价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军武科技从海到空都帮助巴基斯坦，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上。那针对谁呢？我相信最大的苦主就是印度所以看到巴基斯坦这样一直不断的跟中国武器合作，变得越来越强，印度的心理面积现在应该很大了，老师。印度当然有压力因为印度现在它同时得罪东西两边的2个国家，一个是孟加拉国，现在的关系也很紧张；另外一个那当然就是巴基斯坦，长久的敌人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的这种铁杆子兄弟的这种关系很深了。你也看到了这个歼10C的辉煌的战果。那现在093B 这个核动力潜舰它攻击性很强的，而且也是中国大陆目前他们在使用的一个主力的那个攻击型的战舰之一另外054这个导弹护卫舰也是中国大陆目前还在使用的。前段时间穿越公国海峡也就是054有的时候中国大陆的航母它会搭配055跟052，有的时候它是搭配055或者是054，或者是有时候就是055、0542艘，然后一个补给舰，那么去穿越大隅海峡，所以它是大陆攻击能力很强的。应该是64垂发我记得好像是64垂发，我记得应该是的可能还要再查一下。它是一个也是大陆所使用的主战的护卫舰，所以它的这个灵活速度是很快的。这样的一个战舰提供给这个巴基斯坦，而且协助它建造，这个意味着也就是说强化了巴基斯坦海军、空军跟潜舰的一种作战的制造能量当然会牵制印度了。印度当然哇哇叫了印度目前来讲，它的获得的来源，除了就是过去陆军的武器很多是从英国买的，然后它的海军的武器跟空军的武器是从俄罗斯买的。那现在它一直想打通跟美国购买这个战机，但是美国的这个情况都并不顺利的情形下，印度更想是自己制造。但是印度在自己制造战舰、潜舰、战机这个部分，甚至连航母都不顺利。印度自己制造的都不顺利。那采购的本身这个我们看到它的维修跟使用的情况，也并不能发挥他们原有应该战舰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以孟加拉以巴基斯坦
现有的跟中国大陆的军事合作的这种密度来看的话，这个当然对于印度是会构成很大的牵制作用，包围中国大陆。